Hello， 大家好，我是币圈大马哥。到目前为止，你可能已经对税有所了解。那这个区块链项目正在逐渐的在加密货币领域开始发挥它的实力。今天我要把它与 Cardano 对比一下，我们对比一下老牌币和近期1年的新币税，到底谁是赢家？那你肯定听说过 Cardano， 那 Cardano 的主网早在2017年的9月就上线了。那这两个项目各有优势和劣势，这正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内容。我们会进行直接的对比，评估这两个项目在一些相似类别中的表现，看看在1对1的对决中，他们各自的表现如何。在税方面呢，他是新人，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充满了饥饿，又充满斗志。而 Cardano 则是老牌项目，有着强大的支撑。到底谁会是今天的赢家呢？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 Bybit， 或者是你使用我的链接注册过 Bybit， 只要今天你入金100 USDT 到 Bybit 账户里， Bybit 就会空投20 USDT 给你。活动结束日期是在4月14号。必须做 KYC。 另外呢，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获得空投最新的消息，还有空投的教程，还有群里呢还会有一群的伙伴会协助大家怎么样去做空投。现在大家只是需要使用我的链接注册 Bybit， 然后入金100 USDT 加上 KYC， 我将会免费送你们我空投社区1个月的试用期。在我的群里，我和我的伙伴们会教大家怎么样去撸市面上最好的空投。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有些朋友已经赚取超过1万美金的收益了。方法我们都会放在 Discord 里，只要你注册 Bybit， 入金100 USDT 加上 KYC， 你来到 Telegram 找我，或者是 Discord 找我，我就会免费送你们1个月的试用期，先到先得，我只给50个名额。我们现在马上开始。第一个我们要详细探讨的领域是税和 Cardano 在 DeFi 市场中的表现。具体来说，我们会看到他们各自在 DeFi 市场上的 TVL。我们会使用 CoinGecko 和 DeFi Llama 作为资源来查看这些数据。首先看看 CoinGecko 上的数据，税呢是排在第12位， TVL 为 5.9 亿美元，占市场份额的 0.69%， 共有42种代币。那 Cardano 则排在税之后，列为18名， TVL 为 2.86 亿美元，拥有78种代币，市场份额为 0.33%。 再看看 DeFi Llama 的数据，税呢排在第13名， TVL 为 5.99 亿美元，而 Cardano 呢更低，排在23名， TVL 为 2.84 亿美元。那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想法，可能会觉得老牌的 TVL 可能会更高，甚至会有更多项目会在 Cardano 上去开发。那事实并非如此。那这一次 Cardano 对比税呢，那税完全获胜，在这两个平台上都胜过 Cardano，并且税在更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更高的 TVL， 因此我可以肯定的说，税正在强势进入 DeFi 的领域。如果打分，税可能会获得 3.5 分，满分是5分，而 Cardano 呢可能只有 2.5 分而已。那在税和 Cardano 的对决中，第二个我们要探讨的板块就是 NFT。 虽然目前以太坊依然是 NFT 的主要链，但最近比特币的 Ordinal 正在占据主导位，非常强势， Solana 也紧随其后，排在第3。但在著名的 NFT 平台，比如 CryptoSlam 或者是 DeppRadar 上，你不会找到税的身影。然而 Cardano 却在榜单上， Cardano 24小时内成交量为10万美元，而税只有2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48%的成交量是来自 Prime Machine。 毫无疑问的说，在每天交易量上 Cardano 是胜出的。然而我个人认为，将在不久的将来，税 NFT 将会超越 Cardano。 那税的 NFT 标准包括动态字段，使 NFT 能够随时间变化，或者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改变。 Kiosk 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使税 NFT 能够持有其他 NFT 或者是代币，你还可以借用或者借出 NFT。 此外，税 NFT 的另一种创意可以合并 NFT。 你可能还记得税 Friends 或者是 Cappy 系列，你可以把两者合并，获得一个新的 NFT。 这种税 NFT 技术使税 NFT 和其他链上的 NFT 技术有点不一样，全靠税 NFT 开发者的创造力。因此，尽管税目前的成交量不大，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虽然这一轮 Cardano 的 volume 会比较多一点，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在这一次的对决中，税获得了全胜。我会给税4分。
Cardano 则是3分。现在我们来看看这2个项目的生态系统规模，在这里 Cardano 有明显6年的领先优势。可以在这里看看 Cardano 的生态系统地图，非常庞大。自从2017年以来，许多项目选择在 Cardano 上建立自己的业务，并取得了可见的成果。接下来是他们的 NFT 生态系统。虽然 Cardano 的规模比 Sui 大，但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Sui 的 NFT 技术实际上领先了不少。这可能在未来带给他们优势。那 Cardano 的生态系统覆盖了加密货币各个角落，比如 DEX、钱包、教育、基础设施、AI、DeFi 不同的 Launchpad、支付选项、社交、Meme Coin 甚至游戏等类别。而这一些只是主要的类别，生态系统中还有更多。相对之下，Sui 目前有85个项目，分布在约30个类别中。有些类别可能会重叠，但公平的说 ，Cardano 的项目有一些也是重叠了。那 Sui 的项目包括 Sui Wallet， 现在也可以在手机上使用。Deepbook 它是一个流动性城 ，Pseudo Finance 它致力于 RWA 和合成资产，还有 Trip 专注于礼聘。毫无疑问的 ，Cardano 在这一回合中占上了上风。Cardano 获得3.5分 ，Sui 获得了2.5分。现在我们来比较2个项目的操作系统。那 Cardano 是一个基于 UTXO， 也就是未花费交易输出的区块链，这与比特币、莱特币、Zcash 和狗狗币相同。因此 ，Cardano 的交易有输出也有输入，而输出是之前交易的未花费输出，所以它将资产存在未花费输出中。听起来非常复杂，但基本上它不像以太坊那样将资产存在一个账户中。许多人认为 UTXO 规模是加密货币中最坚固和最好的系统之一。另外一方面，Sui 采用了面向对象的方式，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NFT Kiosk 功能所见，它使用有向无环图 DEX 组织其交易，这允许并行交易处理，从而减少瓶颈。那双方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所以呢，在这一局我会给 Cardano 和 Sui 得到了评分。现在我们来进入最后一轮的对决，也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与其他链的兼容性。因为互操作性在加密货币非常重要，如果不同的区块链之间不能相互交流，就需要桥梁来传输资产，而且能连接的链越多，一条链的发展潜力就越大。Cardano 的设计呢，使它难以与其他的链互相连接。到目前为止 ，Cardano 只有一条桥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连接了 Cardano 和以太坊，使得 BTC、ETH、USDT 和 USDC 能够流入 Cardano。相比之下呢，是拥有更多的桥梁，比如 Portal Bridge， 它建立在 Wormhole 之上，连接了 EVM 和非 EVM 链。OmniBTC 它使用 Layer 0作为桥梁，将 Sui 作为结算中心。SuiSwap 提供了来自不同链的16种代币兑换。Cryptopia 连接了不同链，比如 ETH、ARB、OKB、BSC、Solana、Polygon 甚至 Tron。Creadex 连接了5条链，以及 Usui 连接了以太坊、Polygon、BSC 和 Solana。在这个类别中，毫无疑问的 Sui 获得了全胜，他获得4分 ，Cardano 仅得2分，所以最终结果Sui以3-1胜出。我们也要记得Sui在短时间就可以获得这个胜利，Sui主网才推出1年，并且持续构建用户想要的功能，这些都是我认为重要的因素。Sui在这方面表现出色。总的来说，我们在讨论这5个类别中，Sui以3-1胜过 Cardano。那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请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如果有遗漏什么的，或者是没有考虑到的因素，也可以在视频下方告诉我。